按照 ChatGPT 的建议，轻断食加健身30天，我的身体会有什么变化？今天就带大家一起看一下我的亲身体验吧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从5月份滑雪回来，我的运动量突然骤减，3个月下来，我发现我的体重已经从之前稳定的75公斤飙升到83公斤，腰围啊什么的已经肉眼可见的速度明显的增长。为了恢复以前良好的身体状态，我决定恢复严格的训练周期和控制体重。那么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饮食和锻炼呢？可以问一问 ChatGPT。我们的目标有2个，一个是减脂，一个是增肌。我们要问的问题也有2个，一个是怎么练，一个是怎么吃。我们要让它帮助我们做一个健身的一个 schedule， 一周至少2到3次的力量和2到3次的有氧，5天到6天运动，然后1天休息的这样一周的 schedule。力量的话，像bench press、push ups、引体向上、肱2、肱3、跑步、游泳、骑车都可以。核心和平衡、平板支撑、Russian twist、瑜伽或普拉提，我觉得还是蛮科学的，挺好的。我们就严格按照这个进行了。健身界经常有一句话：3分练，7分吃。那么第2个，我们就来看一下应该怎么吃吧。要同时做到减脂和增肌，那么最好的方法还是16-8，一天进食的时间控制在8个小时，尽量的多吃蛋白质，然后少量的碳水，更健康的一些，比如保湿脂肪。最后再问他能不能帮我们列举一个我们要吃什么东西，早餐、午餐，连 snack 都给你列了。然后看一下他怎么说：早餐 Greek yogurt，a sprinkle of granola， 午餐烤鸡胸肉，我的妈呀 ，steamed vegetable， 他居然还给了 snack，a handful of almond and an apple。OK， 这个早餐算是可以接受一点了，2个煮鸡蛋、全麦面包和牛油果 snack。Oh my god， 他这次给的 snacks 是胡萝卜和芹菜 Jan hummus。所以后面几天都差不多，要不就是 baked cod、oatmeal 沙拉、苹果、almond、鸡胸肉、希腊酸奶、豆子沙拉、西红柿香蕉我看了这一周的食物就有4种肉：鸡胸肉、火鸡胸肉、三文鱼、鳕鱼，所有的肉都是几乎没有脂肪的肉。我觉得整个挑战中其他都不是困难，唯一难的就是这个饮食，这也太可怕了。我宁愿每天把训练量加大1倍，就让我正常吃点中餐吧。为了这个实验，我们还是好好试一下吧。在健身开始之前，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要清除我们家里所有的诱惑。家里放了很多零食，准备了这样一个零食柜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把家里所有的零食全部都找出来，放到这个柜子里锁起来。哦，这里还有，天哪！那 butter 包食物。好，这应该就是我们所有的零食了。其实找出这么多零食，我还是蛮惊讶的，因为我们其实自觉的不算是吃零食吃的很多的人，家里也从来没有意识的去买很多零食，还是找出来这么满满一大筐。这么想想还是挺可怕的，是不知不觉吃的还是挺多的。之后的30天就要把这个柜子给锁起来。我王他就饿死了，维持你们一点。食物的诱惑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了，但我们现在又有了第2个问题，就是没有合适的健身场所。每天都要进行这种中等强度的训练，我们附近也没有什么好的健身房，所以我打算自己做一个。好了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后面的这个 gym 差不多是做好了。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 hot bench， 各种角度是可以调节的。这一边呢正常的 weights， 然后这一侧的话还有垫手肘的，这样就可以练一些背部的一些肌肉。然后这边这一侧有一个椭圆机，它是有一个各种各样的 program 可以选择。接下来这边还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它是一个叫 Max Climber， 专门用来爬高用的，也是一种有氧训练。所以如果天气不好不想出门，在这里做一些有氧运动特别好的。我在这个地方是绑了一个杠铃，这样可以比较方便做引体向上。再接下来就是这一块的了，这一块也是做一些力量训练的。我们大多数都是用弹力绳代替的，当你拉的时候，你可以拉到基本上就是力竭的地方，最充分利用你肌肉的力量，促进肌肉增长还是比较快的。这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简陋的家庭健身房所有需要的东西啊。我觉得对这个 gym 的设计我还是蛮满意的，利用了有限的空间能创造出最多的可能性。接下来30天，我绝对不会辜负这样一个自己亲手打造的 gym。
就看我们的效果如何吧。今天是我们30天健身开始的第1天，在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测一下整个身体的状态，以方便30天之后我们进行对比。第一个就是体重了，第二个要测就是视觉上看身体的体脂率。觉得这个视频我都不好意思发出去。接下来就是一些身体运动状态指标啊，第一个就是1分钟内的引体向上的次数。接下来就是平板支撑最长的时间。那第3个就是5公里跑的时间了，我们现在就去测一下，30米、20米，5公里，我中午有点难吃，看30天能不能缩短到5分30。锻炼完了之后，就到吃饭的时间了。今天做第一顿比较简单的菜，炒西兰花加煎2块三文鱼。西兰花的话就直接蒜蓉炒一下，三文鱼昨天腌了一下。中间的温度能达到已经42度了，就可以吃了。这是今天的午餐。现在是早上10点20了，离我们昨天晚上6点半吃饭已经快过去16个小时了，饿死了！刚才饿的都开始打嗝了，打出来是空气。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马上吃上早饭。真香，真香，真香！现在终于到了30天，是我们检验成果的时候了。还是像我们之前开始的时样，测了3个指标。首先是体重，第二个就是 visual 视觉上感觉怎么样？对于30天的结果，我还是非常满意的。那么最后一项就是测我们的3个体能测试了。先是引体向上。就这样啊。第2项就是平板支撑的时间。居然是2分多钟，太不容易了。那么最后一个就是5公里跑配速，走。这上坡对最后的体力实在是一个挑战。你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不到100米了。5分25配速，目标完成。耶！好了，这就是我1个月轻断食加健身的经历了。难不难呢？
难肯定是难的。健身难主要难在坚持，偶尔1、2天保持这样的训练量非常容易，但总是有那么几天完全不想动。但在这样的时候，你要相信，你不想动的只是不想开始，而你一旦真正的运动起来了，无论你当天的状态和心情怎么样，之后都会有一定的提升。但最难的其实不是健身，而是饮食。首先让身体习惯16-9的轻断食的方式，就需要一定的时间。我刚开始的前10天，每天晚上到10点钟的时候，就前胸贴后背那种饿。但这个只要坚持下去，差不多10天，这种极端的饥饿感就会越来越少。我的体重也是在前15天掉的最快的，15天时间减了5公斤，而最后的15天只变了1公斤。如果要简单形容一下这个1个月的感受吧，我想说非常好。我明显感觉身体状态变得更好啊，更少的感觉疲惫，以及那些突然的饥饿，也更少有那种感觉焦躁不安，一定要吃点什么东西或做点什么事情的时候了。所以这30天的视频可能到此为止，但我还是想把这个健身和饮食的习惯继续的保持下去。好，那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了。最后，这期视频不作为任何的饮食的建议，如果想要尝试的话，一定要做好自己的研究和准备。希望你把我的尝试看作他山之石。那我们下期再见了。